你扶我这边对。入口，对去。Go。BMW 美学 call 我，问我要不要试驾 BMW iX。我有一种幸福来得太突然的感觉，但是我又有一种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感觉。因为 BMW iX 是一个电动车 ，WLTP 标准下，它最远可以走到425公里。不过这个标准只是那个标准，我们一般要适应马来西亚的天气。所以，当你打开 Aircon 之后，它的续航里程会从425公里下降到397公里，大概少了26公里。如果冷气开更大的话，可能会减少56公里左右。而且你看马来西亚的温度大概35、36度，你基本上是不可能不开冷气的啦。So 我就问 BMW 说，这样我要去哪里充电？很明显的，我的 condo 是没有充电桩。我当然知道 BMW 的那些Ara Damansara 有 DC charger， 然后他们的很多陈列室 4S 的都有，可是那毕竟离我家有一段距离。正好BMW 在 Cyberjaya 的总部这边就有一个 DC charger， 而且它是180 kW 的 DC charger 啊，它从10到80% 只要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充满了。所以如果没有 DC charge 的话，我去一般 shopping mall 那种11 kW 的 AC charger 啊，充满的话大概要7个小时以上。OK， 所以就讲回来，我刚刚上来这台车子的 first impression， 我很少会做这样子的分享。那因为我之前已经做过一支 BMW iX 的影片了，我在那支影片里面已经适应了它的外观造型。那我很 surprise 的是，当我一打开这辆车子的车门的时候，它开车门的方式跟其他的 BMW 很不同。打开车门之后，你会发现到它的后座的下方是一个 flat bottom， 因为它是一个电池是放在底部的，所以它不会像 PHEV 这样子中间有一个凸起来的地方。这样子的设计也就让到后排的乘客有更宽敞的这个腿部空间。然后你跳上来驾驶舱过后呢，哇哦！我驾过很多 BMW， 1系列、3系列、5系列、7系列各种 X， 但是我第一次驾到这么特别、这么bespoke 的一个 BMW， 其实它跟 i3S 很像，它就是一个 i3S 的进化版。因为现在它用的这个是 14.9 寸的 widescreen 超宽屏萤幕，而且里面用的是 BMW Operating System 8，俗称 iDrive 8.0。所以我从刚才拿了车钥匙到现在，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摸清楚到底怎么用这个 steering 的 button， 到底怎么 touchscreen， 到底怎么启动 Android Auto。 Yes， BMW 终于有 Android Auto 了，而且是 wireless 的 Android Auto， 就非常开心，非常开心。所以今天的路程就是我准备要从 Cyberjaya 去到云顶，再从云顶回来。全程大概是一趟啦，去云顶75公里，回来75公里，大概在150公里左右。所以我大概预计我这趟只会用到一半，是 more than enough 的啦。而且你知道驾电动车或者驾 hybrid 车下山是基本上是只充不减的，所以那边就赚到了。So let's move on。影片开始之前，感谢今天这集的赞助商 Enzo CarMat。这个由 TPV 材质组成的 CarMat 非常环保，非常耐用，它具有 non-toxic、anti-slip、odor-free 和 waterproof 防水的特性，非常容易清洗，也非常容易清理。欢迎上到 Enzo 动漫去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CarMat。在这支影片的 video description 底下也会有最新的促销优惠。我现在在亚兰顿拉扎上面，所以我刚才从 Cyberjaya 走了整条 Max Highway， 再到这边。
整个感觉是相当的特别啊，因为这台车子啊，因为它是用76.6 kWh 的锂离子电池嘛，它有322 brake horsepower 和630 Nm， 0到106.1秒。那虽然这个动力数据随便一辆 BMW，I mean 300多千的 BMW 都做得到的，可是它真的是不同啦，因为它的 torque 啊是不需要引擎跟 gearbox 去 build up 的，你只要一点油，哇！它那种贴背感是汽油车 PHEV 车款完全给不了你的。当然，我觉得你开电动车，你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是，因为其实它的驾驶模式没有太多，没有什么 Sport Plus， 它就是几个驾驶模式。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 braking 的 regenerate energy 的这个功能啊，就是说一般上，比如说汽油车，你的脚离开你的 throttle 过后。它不会像这个车子这样子，好像这辆车子跟你 brake 这样子的，所以它给你几个 level 去调整，说当你收油的时候，车子的这个 brake 的力道要 brake 多少。电动车其实大家都知道，电池越大，马达的输出越大，车就越快。但是很多时候它更考验的是怎么样回收能量啊。当你松油，不是松油啦，就是那个松油啦，你懂我讲么的啦。你不要再纠正我说没有踩油这件事情了啊。现在的拍电影已经没有用底片，没有用 film 了，我们还是叫 filming，right？ 现在的报纸已经没有用活版印刷，没有用以前的 press 了，它没有在 press 了，现在是 print 了。我们叫什么新闻 press 对不对 ？press release， 可是是 digital 的，我们还是叫 press release， 所以不要再纠结说采油这件事情了。就好像 Taycan 它没有 turbo， 它也叫它 turbo， 这些东西它随着时代的进化，它已经不单纯只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了。3, 2, 1, go！ 我刚才在 highway 呢，驾着很快啦，驾到160、180、200这样子。你有一种像在坐高铁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心理准备啦。没有，你真的没有心理准备，就好像我之前从上海坐动车去北京的时候，如果你不抬头看上面写什么200公里、300公里 ，you won't feel it， 你感觉不到速度，因为你没有引擎声浪，你没有这个 gearbox 的升档、降档，哪怕你是 CVT、Dual Clutch、Automatic Transmission， 没有 gear。就是轮胎的声音，还有窗外的声音而已。那样。有辆慢车。brake， 加走，踩油。因为这台 iX 呢，它的尺寸和 BMW X5 相近，轴距是3000mm， 只是比 BMW X5 长了一点点。但是它的车身的高度比 X5 低，就是它是以好像 X4、X6 这样子的 coupe 造型来打造这个 iX， 所以毫无疑问的，你说在 highway 行驶，它非常的舒服，我觉得啦，它舒服过 X5。噪音的话，真的你跑到140、160，摩拉萨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是说它的 air pillar 下面这边呢，就是这个窗口啊，因为它设计到非常大片，就视角非常的好，不会有盲点，不会有死角。可是就是你会听到这边有一个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中稍微有那么不足的地方。除此之外，然后它用21寸的轮胎，这个是 Bridgestone Alenza 001的 Enlighten 轮胎。它不是一般的 Alenza 哈，它是一个用了特殊的 material， 能够减低这个 rolling resistance， 它有这个提升油耗的功能，没有拉萨的啊，你可以跑160跑到像跑100这样吧，没有拉萨的，也好像在坐高铁，好像浮在半空中那种感觉，它给你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因为630 Nm虽然不是说很多
没有多到像1000个牛车米的这样多。不过你一踩油，它连0.0000001秒的迟钝都没有。我觉得电动车真的就是有这个优势啊。它虽然可能车子重，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锂离子电池很难，目前的科技很难解决的就是锂离子电池重这件事情。只有等到 Solid State Battery 出现过后，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更大的功率输出，但是 battery 更加的轻。俗话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很明显的，我现在就准备要上到云顶半山，我不敢讲山顶啦，因为我不懂雨会不会越下越大。还没有踩电之前，记得订阅 subscribe 我的频道。P 轮啊，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et's go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车子有322个 brake horsepower， 630 Nm， 然后它是一个 all-wheel drive 4轮驱动系统不过它跟一般传统电油车的这个4轮驱动系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一般上他们都是引擎在前面，然后他们再用这个传动轴differential 去把扭力分配到后轮或者分配到前轮那这个车子就完全的不同因为它是有2个 electric model， 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所以变成说它的前后轮是相对的独立的，它能够精准的将扭力输出到你要的那一颗轮子，或者减少某一颗轮子的扭力，某一边的扭力啦。柴油电我 feel 到这个轮子就是说它的扭力很大，大到它有一点 wheel spin 一点点这台车子呢是2440公斤，哇！你不用担心它没有力你反而要担心它太过有力了。哇！什么叫源源不绝？无声无息的源源不绝，只有电动车可以给到你。有一句话叫进狗咬死人就是这种意思。点到假死人，哇！你要一直提醒自己 behave 一点 behave 一点，不要这样狼，不要这样狼。你会忍不住想要再试一点，再试一点。不过其实真的没有必要。I mean， 这个是 xDrive 40，就是最入门级的iX 了。它再上去还有那个 xDrive 50，还有 M60， 那2个都是用111.5 kWh 的电池，它只是76.6，所以那个最 atas 的 M60 可以去到610 brake horsepower 和1100 Nm 0到100只要 3.8 秒。我们去 Sport Mode， OK，of course， 你去到 Sport 模式下，它的 steering 就会 feel 到比较 firm。这个下坡真的好像坐 roller coaster 这样没有声音的 roller coaster。我觉得我都驾到有点耳鸣了，我就听到那种声音。我觉得它的 body roll 是严重的，就是说这个 suspension 是偏软但偏软，你过墩、过烂路的时候是很舒服，可是它的东西是这样的嘛，有一好没有两好的嘛。你要那 suspension 很舒服，你要它很 stiff， 没有这样好看的嘛。所以你要 give and take 啦，因为这个毕竟是 BMW 某一些最入门级的 iX 了，它叫 xDrive 40，点油。
它太深浪了，这辆车子真的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上云顶啊，我们会一直观察说5000 RPM、6000 RPM、7000 RPM、8000 RPM， 你很享受那个6000 RPM 红线到红线到红线那种感觉，可是它没有掉，你就觉得something is missing 啦，你会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你根本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就跑很快了咯。这个是 one of the 最陡的山坡了。有一点点两毛丢啊。I ain't even playing, got a really bad habit. If it moves, gotta grab it. Fuse like a magnet. Lose, won't have it till I'm doomed in a casket. I ain't playing, got a weird mind. If you work 8 hours, I'ma work 9. BMW iX 继2013年推出的 i3 之后 ，BMW 的第一款 Purpose-built Electric Vehicle， 一个纯电动车，它不是用现有的汽油车再改装变成这个电动车，它是从 scratch 从零开始打造的一个电动车。iX 就是 BMW 的一个 game changer。马来西亚市场方面，这个 BMW iX 在2021年8月推出的时候，从424,230块起 ，Road Tax 要3063块，跟一个3.9 L 的 SUV 差不多。之后，马来西亚财政部宣布2022年电动车豁免税务之后 ，BMW iX X-Ride 40从352,395块起，便宜了72000块左右。更重要的是，每一年3063块的路税也跟着一起豁免。截至目前 ，BMW 马来西亚一共收到了超过1000份的订单。我觉得352,396块的这个起步价啊，对于 BMW 的3 Series、5 Series、7 Series、X3、X5 的 Owner 来讲，是非常的便宜的。那我觉得这个 iX 啊，我之前看到照片我也是骂，不过我看到真车的时候，它真的没有这么瓦达，没有这么给力。iX 虽然是一辆 SUV， 不过它的车窗一样采用了 frameless 无边框式设计，就好像 Coupe、好像 Fastback 这样子。当你打开车门过后，你会发现到啊，它这边有一片相当大面积的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所以很多人会讲 iX 其实就是一个改良版的 CLAR 平台，那也不是这样讲的，因为它虽然用了很多 Aluminium， 但是它同时用了非常多的 Carbon Fiber 材质，所以一般上 BMW 只会把这种 Carbon Fiber 材质用在7 Series 以上的车子。坐进来。OK， 我的身高是178 cm。我觉得这个 iX 虽然在尺寸上是跟 X5 很接近，不过因为他们把电池组平躺，就是平铺在车子的底部，所以它这边就整片是 flat 的因为它没有 exhaust pipe， 也没有 differential 传动轴这些东西，所以它能够提供你这样子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就赢了 X5 几条街。而且我们说该有的东西它都有，2个 Type C 的接口，2个 Type C 的接口，2个冷气出风口。Pillar 这边也有，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有载过 Baby， 有放 car seat 的话，就知道这2个 aircon 其实是很难吹到 Baby 的，因为 Baby 坐 car seat 高，必须要透过 Pillar 这边的冷气出风口来吹到它。OK， 它就可以倾倒。所以当你把后座的2个椅子倾倒，再把行李箱空间上面那片盖打开过后，你就会发现到它真的是一台相当实用的车子，因为 BMW 其实是把很多的电动装置放在了车头。虽然它的 boot 很大，不过它就不像 Taycan 这样子有这个 front boot， 我觉得都够大了啦，apa lagi有冇，对不对？再来，因为我现在介绍的这个，它是一个入门级的，它没有 Sport Package， 所以它没有天窗用的只是205瓦12个 speaker 的 Hi-Fi 音响系统，没有哈门卡顿。把收发收过，它并不会让我有高松，并不会让我有阳春的感觉。真的是一辆
性价比非常高的 BMW SUV。入门版 iX xDrive 40有 Comfort Access 的功能。有趣的是因为尾灯和车门是连在一起的，当后车尾门打开之后，2个讯号灯也会跟着翻上去。BMW 就在内侧加入了 Double Signal， 非常的贴心，所以这个 iX 是有 Double Signal。我记得当年 BMW 推出 iDrive 作业系统的时候，就是用旋钮来操控萤幕。那个时候BMW 的 Infotainment System 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德国的另外2驾马车，就是 Mercedes-Benz 和奥迪。所以一直以来，当我们讲到 BMW iDrive 的时候，它都会比 Mercedes-Benz 和奥迪来的先进。可是问题就是当 Mercedes-Benz 推出 W213 E-Class 的时候，它就用了2片的宽屏式萤幕，再到后来的 A-Class。所以在 Mercedes-Benz 采用宽屏式之后， BMW 就一直被人家讲说看起来很老土， Mercedes-Benz 比较先进。Guess what？ 这个 BMW iX 呢，它就用了这个 14.9 寸的萤幕，而且重点不是萤幕的尺寸，重点是它是一个 curve， 它是一个有弧度的形状。那这个东西就比人家厉害了。所以萤幕都是斗大的 ，Tesla 很大 ，Mercedes-Benz 很大。当你在大的同时，你要怎样去增加它的这个 user friendly， 让它看起来、用起来都更加的实用。这个经典的 iDrive 一如往常的好用。然后方向盘上面的这个实体的按钮，就是它是有触觉的，而不单纯是那种 haptic touch。其实我们在看的并不是 iX， 我们在看的是 BMW 的未来， BMW 的下一个世代的设计语言。车厢以 Atelier 为设计语言，就是 Designer Studio、Private Workshop 的概念。黑色的 Sensatec 透气皮质以 Gold Bronze 金铜色来点缀。你真的觉得自己就像是在一间 studio， 而不是在一个 cabin 里面。BMW Operating System 8支援 Wireless Apple CarPlay 和 Wireless Android Auto。当你启动 Google Map 的时候，电子仪表板中间也会跟着显示导航地图。Driving Assistant 有 Front Collision Warning、Lane Departure Warning、Lane Change Warning。你需要付15700块选购 Technology Package，才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and Go 和360度全景摄像镜头。这个 xDrive 40的 Parking Assistant 只有 Reverse Camera。感谢今天这期的赞助商 Enjoy CarMat， 它具有 Non-Toxic、Anti-Slip、Odor-Free 和 Waterproof 防水的特性，非常容易清洗，也非常容易清理。欢迎上到 Enjoy 动脉去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CarMat， 在这支影片的 Video Description 底下也会有最新的促销优惠。当你还在讲电动车充满电没有办法从新山走到槟城，当你还在讲电动车充满电没有办法从 KL 来回槟城，当你还在抱怨说马来西亚的充电桩不足，当你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的时候， BMW iX 已经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它的销量连 BMW Malaysia 自己都吓到。真正会 appreciate 电动车的人，真正会欣赏、会 buy 电动车的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它未必是他们的 first car， 它可能是 second car、third car、fourth car。如果你要走长途，这些消费者的家里肯定不只有一辆车子，千万不要做嘎达里巴瓦等不弄。你自己看352,396块起，你可以拿得到这样子的东西。美中不足的是，我觉得真的车子太重了，差不多2500 2.5吨。我接受不到啦，因为它某种程度上它丧失掉了 BMW 应该有的灵活、指向性、标准性。它的 feedback 不是这么足够，它的 steering 的 angle 也不是这么准。但是东西是这样子的咯，毕竟这个只是第一代的 iX。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 BMW iX 的马来西亚试驾影片。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 ，please thank you support 一下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现在是5点45分，我刚好在加兰敦拉扎这边塞车。我来看一下我的行驶里程还剩多少我可以走199公里，所以我就塞一塞看看，我塞完加兰敦拉扎之后，它的这个电池会掉多少。那如果你看旁边的话，它写着47%。
流前进，一直到6点20分，我的电池还剩下44%。所以透过这边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塞车的话，即便是这么塞，再加上敦拉扎这种放工时间，其实它下降的速度也是比我想象中还要来得慢。当然，我在整个过程是一直有开着冷气的。如果你不开冷气的话，其实它的电池大概只会降一个2到3%而已的。我现在回到了 BMW 在 Cyberjaya 的总部，因为这边有一个180 kW 的充电器。我现在电池还剩下34%，所以我从 Cyberjaya 去了云顶，再从云顶回来的时候，再加上敦拉扎塞了非常久，所以我现在要来用这个 DC charger 来帮它充电。大概过了几秒钟过后呢，它这边就会显示出多久可以将电池充到80。你会发现为什么它不要直接讲充到100呢？因为锂离子电池是最好不要充超过80，它最健康大概是在20到80就好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走上来车厢里面看你的仪表板，它就会告诉你用150 kW 来充的话，如果要充到100，大概要到8点，现在是7点07分，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那为什么充到80这么快，充到100要这么久呢？因为过了80过后，它就会放慢这个充电的速度，以便稳定它的电压、电流。